大家好，欢迎来到公子阅读。这期节目继续跟大家介绍刘仲敬的著作《远东的线索》。在之前我曾经介绍过杜如松的《长期博弈》这本书，给大家展示了过去这30多年中国的全球野心，中国如何的施展它的大战略，在世界范围不断的进行军事扩张和对国际组织和全球经济体系、金融体系的渗透。而且我也跟大家介绍了美国未来可以用于遏制中国的一些采取的多种策略。其实呢，《长期博弈》这本书尽管它写的非常详细，讲了中国的大战略，并且呢横跨30多年的整个过程，但是它并没有怎么细谈，就是为什么中国从一个韬光养晦的程度转向为全球范围的扩张和渗透。为什么中国必须用伟大复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说法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且呢，《长期博弈》这本书只是把中国大战略、中国的全球野心的起点定在了1989年到1991年之间内发生的3件大事上。我之前讲了，第一件就是1989年的6·4天安门事件，这件事情使得中国开始关注美国的意识形态威胁。那第二个就是91年的海湾战争，提醒了中国美国的军事威胁和军事实力，加强它的所谓的军事现代化。那么第三件事就是苏联解体，使得1980年代的美中反苏同盟立刻失去了对象，然后这种准联盟关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使得中国开始注意美国的地缘政治威胁。尽管这本书当中杜如松有这么一个解释和更加宏观的在历史层面的架构，但是他的论述仍然显得很不足，就是他的这本书不是讲了中国内部的逻辑变化。那么《远东的线索》这本书则更加的梳理了整个中国野心背后的历史认知和思想脉络。这期节目我主要是给大家介绍这本书的下半部分，如果大家感兴趣想要看前面那半部分，可以看我之前的公子阅读栏目的视频。我上期节目讲到，所谓的中国大中华主义或者中华民族的建构，这种想象中的共同体并不完整。就是你按照其他的一些帝国转型到民族国家的经验来看的话，那么其实大清帝国到现代中国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本应该就是放弃边疆地区，比如说东突厥斯坦，比如说满洲，比如说西藏，放弃这些地方是理所当然的。很多国家都是大帝国分裂，出现了民族国家，放弃了大面积的土地，完全按照民族建立民族国家。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那么中国应该是变成什么样的国家呢？就是放弃刚才我说的那几个地方，由关内18省的汉人建立一个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这样的话属于比较正常的状态。这其实也是章太炎这些汉民族主义者最想要的一个结果。但是没想到在这个转型过程当中，中国并没有放弃其他地区，而且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统一战争、革命、动员等各种方式，试图占据这些地方，继续维持帝国版图。中国不仅想要保存西藏、东突厥斯坦和满洲，而且甚至还强求蒙古的主权，最后导致跟苏联发生了不少冲突。其实蒙古是如此，台湾也是如此。美国乔治城大学的著名学者、新疆问题专家米华健曾经在一篇文章当中就写到了，他说，如果按照中国的逻辑，如果中国认为西藏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话，那朝鲜理应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台湾是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话，那么蒙古那更是自古以来都属于中国了。而这种逻辑上的矛盾，中国政府是没办法做出解释的。而且如果说以上这些地方多少还能曾经算作是古代中华帝国的势力版图范围或者曾经统治过的地方的话，那么到20世纪我们就会发现，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他们其实对更遥远的地方也有野心。比如说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听说过国民党对南洋和印度支那华人社区的干预，以及中共对南洋的共产革命的长期支持等等，他们也其实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渗透到这些其他地区。刘仲敬在这本书当中用南洋的经验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就东南亚在冷战时期的经验来说，
像南洋地区的华人社区的汉语教育，很容易就首先产生出了国民党那样的一个民族主义的势力，然后这种民族主义势力又很容易从内部滋生出亲共势力，最后对国民党的势力取而代之。因为共产党最适合渗透的组织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民族主义势力。因为中共的宣传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你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吗？那你得支持共产党。你国民党那一套温和的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革命路线是不可能解放中华民族的，而且事实证明他们失败了啊！只有更加强硬的、激烈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这种强有力的动员力量才能够解放中国。而且证据已经摆在你们眼前了，国民党已经滚到台湾去了啊！虽然毛泽东在中国大陆的政策饿死了几千万人啊，但难道不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吗？中国的解放军可以驰骋在越南和朝鲜吗？中国不就靠共产党的这些重工业和军事工业的成就，永远摆脱了百年耻辱吗？坦白的说，如果你是华人社会的成员，而且你非要一个强大的大中华的帝国不可的话，从逻辑上来讲，你可能真的只能支持共产主义了。因为只有共产主义的这种有力的组织机器和无情的剥削政策，才能够集结到足够的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从而建立起一个军事化的庞大国家，来追求所谓的大一统，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种幻想当中的目标。看到这儿，我们就明白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民主小清新喜欢说，我既想要一个强大的中国，但是又要中国人能够享受自由民主。大家不要想象，你既然强大的话，你要打朝鲜战争，要打越南战争，这么大的消耗是从哪来的？就是从四川、湖南、河南那些饿死的、吃不饱饭的农民身上给榨取出来的。你不从他们身上榨取资源，中国军队怎么在朝鲜、在越南打仗？更不要说当年打败希特勒的那个所谓强大的苏联红军，他们哪来的资源？不也是从乌克兰那些饿死的无数冤魂人的身上榨取出来的吗？沙皇之所以打不了德国，就是因为他没有力量从他的这个臣民当中去榨取那笔钱，而共产党却能做到这一点，他能够榨得出来。而剥削人民，这是有预知性的，就是他的社会以后必然将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但是在眼前的这几十年，他必须要搞军事化，那么这么做就是最有效的手段。所以这是为什么相信国民党那套对中国的叙述的人，往往后来就变得亲共了，支持了中共统治下的崛起。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到说，那未来中共他们有什么样的野心，将会怎么做呢？在这本书当中，中共政治核心的认知结构主要包括以下两个关键元素。第一个就是所谓中国革命史的叙述，那第二个就是所谓大国复兴。这两者相互构成了对方的合法性基础。就是说，在中国革命史的叙述当中，从中共的角度来看，国民党、苏联、美国都相继扮演了愚蠢的保护人角色，而共产党首先以国民党附属势力的身份争取到了自身生存的权利，然后利用了国民党的弱点和日本对国民党的进攻，在苏联的保护下取代了国民党，然后他们又以苏联附属势力的身份，依靠在朝鲜战场上或者是其他地方为苏联去充当炮灰、人肉盾牌，或者为苏联服务，争取到了独立政治实体的身份，然后再利用苏联的弱点和苏美之间的两强争霸，在尼克松和里根的保护下，又推翻了苏联的霸权，把苏联势力从第三世界驱逐出去，直至苏联解体。最后，共产党以美国合作者的身份，以免费搭车的方式分享了反恐战争跟世界贸易，也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利益，用韬光养晦掩盖了他大国崛起的战略。从北京的角度来看，不管是911事件，还是伊斯兰国的事件，还是金融危机，甚至是现在的乌克兰战争，这些都是有效地发挥了牵制美国力量的作用。甚至说，美国还要在许多时候指望中国的合作和帮助。这里边我还想多插一句，就是中国现在不断的在资助那些西方左派的政治正确的那些民间机构，支持环境保护啊，支持黑人的权利啊，这些很多的组织背后是有中共的资金。那么为什么他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比如说西方国家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强调保护环境，那保护环境的话，你就必须要跟中国合作，对吧？中国是全球最大的一个污染国，你不跟中国合作，你的这个进程就推进不下去。用这种方式，那中国就可以说了，你可以跟我在环境上合作，那我可以让步，
但是在政治上啊，在经济上面就不能再制裁我了，或怎么样，就可以有讨价还价的筹码了。总之呢，中共在过去这100年当中所执行的这个策略是非常有效的啊，通过渗透国民党，然后抛弃国民党，通过抗战和内战，再通过朝鲜战争和中苏分裂，这一系列的眼花缭乱的渗透、统战、出卖、背叛的行为，将中国共产党由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小团体变成了割据一方的诸侯，最后又变成了亚洲太平洋最强大的势力。现在呢，他们要改写国际秩序，夺取世界霸主地位。而共产党做的这些手段，它必须要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目标，才能来做掩护啊。所以大国复兴的叙事就变成了主体。它建立了这么一套神话，就是西方势力在19世纪深入东亚以前，远东的文明啊，天下体系，这才是曾经世界的中心。而以西方为中心的近代世界夺走了中国应有的地位，所以西方的存在本身就是对中国的侮辱和伤害。而远东文明即使没有引进西方的因素，同样有能力自己实现现代化。天下体系体现了一种家长式的温情主义，比以利益为主导的西方国际体系优越得多。中国负有改造国际体系的天然使命，只不过是在实力不足的情况下不得不韬光养晦。实力一旦充足，那么大国崛起称霸一方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而且对这个世界有利。因为大国崛起的目标就是恢复天下体系，这标志就是周边的小国的臣服以及丝绸之路的复兴。而复兴的中国必然在中亚和太平洋推进扩张性的政策，反过来又让中国跟西方世界进一步的发生冲突。而在中共看来，要恢复这种天下体系，万国来朝，那么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够做到。所以大国崛起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革命正当性和统治合法性的最终验证。如果中国放弃了这个大国崛起啊，那就无异于承认自己不仅没有权力统治中国，而且过去还因为篡位犯下了各种大逆不道的罪行。如果这种认知图景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话，那么未来的悲剧其实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它不到资源枯竭那一天，迫使它修改认知图景的话，那么这个斗争啊，中西方的冲突、冷战甚至热战就不可能结束。而在此期间，任何局部的妥协，你都不可能诱使中国放弃它的颠覆和渗透。而至于中美两国的冲突，其实习近平已经把话说清楚了，太平洋有足够的空间容纳两个大国。那既然太平洋这么大，能够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的利益的话，那为什么中美还在发生冲突呢？就是中美两国之间的冲突根本就不只是利益层面的，因为利益总是可以妥协的，总是可以有谈判的空间，你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外交手段去解决。而真正的冲突是另外一种性质的，就是它其实中美之间是两种无法相容的解释体系之间的冲突。太平洋当然足够辽阔啊，当然可以包容中美两国的现实主义的利益，但是地球呢又显得过于狭窄，不能够允许两种解释同时存在。200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警惕日益增加，他把中国的扩张主义的迹象解释为恃强凌弱，但这种理解呢，并不符合中国的认知结构。中国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目标，而是针对整个国际秩序。恃强凌弱的意思是承认这个国际地位，但是同时自己要追求霸权地位。韬光养晦的意思是说，帝国主义的国际秩序并不比国民党的宪法秩序、苏联的社会主义秩序更神圣。我们因为实力不足啊，所以说呢，只能违心的承认。承认的目的是保持自己的实力，发展壮大自己。而成功以后，自然就没有必要去承认这个国际秩序了。那么我们的进攻如果失败的话，不能解释为目标错误，只能解释为斗争形式和实力对比的误判。比如说共产党可以说，我们没有估计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漫长和复杂，他只会说某些统战对象，包括国内外的社会跟政治势力，应该到革命的下个阶段再打倒。现在呢打错了啊，我们必须改正，因为要争取他们的友谊。那这种解释体系当中，如果中国改变现状的手段越来越露骨，那么就说明他已经认为韬光养晦完成了任务，某些统战对象也丧失了继续统战的价值。我们从“一带一路”这个项目当中就可以看到啊，我之前在分享那个《长期博弈》这本书当中，我也提到过，就是说
一带一路根本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经济方案，它实际上是一个地缘政治的策略。因为从经济角度来讲，这个计划是无比荒谬的，除了部分解决它产能过剩的问题以外，实际上一带一路所涉及的这些地区都不具备投资的特性就是政局不稳定，然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盛行，基础设施也落后，也缺乏熟练的劳动力，至少一半的投资项目都会血本无归但是这些项目本质上呢，它是战略性的，所以经济上的损失并没有超过决策者的预期，而他们计划当中的成功是能够造就小型的朝贡贸易体系，使得中国即使做亏本生意，它也是在变相的资助培养一个卫星国的群体，然后打破它最恐惧的西方地缘封锁，然后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降格为地方性的霸权同盟，再开始逐鹿中原的游戏。而这场游戏的终点是中国恢复它想象的天朝地位，翻译成习近平的语言，就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了。中国的精英阶级甚至说可以把这个范围扩大到所有的改革开放当中得益的既得利益者们，他们普遍都把这种全球扩张的野心视为中共政权合法性的试金石以及改革开放的终极目标。所以还是那句话，中共领导人很难在没有遭到明显失败的情况下去选择放弃这条路。而在刘忠敬看来，中国对世界的胜利就等于全世界的失败，也等于世界会跌落到一个更坏的场景当中。而中国这条路线最终失败，也等于中国本身的失败，以至于中国会内崩溃，跌落到原点，粉身碎骨。那么好，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有很多的实际的案例或者一些数据我就没有在这个很短的一个影片当中去跟大家讲了大家感兴趣可以去寻找这本书，在台湾出版的《远东的线索》。感谢大家收看这期的公子阅读节目。如果大家喜欢这个节目，喜欢公子沈的频道的，包括公子视频的其他节目，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加入会员来支持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